大家好，本節課程主要演示 Roadmaster M3 Pro 小車的路徑重規劃案例效果。本節課是在路網規劃導航的基礎上，如果行駛過程中檢測到行駛的路徑上被阻塞，則會進入重規劃，在路網中尋找新的路徑。此功能運行前，還需要關閉開機自啟動的手柄控制。關閉方法參考快速啟動手柄控制小車教程去操作。為了演示重規劃功能，我們提前在原來路網的路點1與路點3之間加了雙向邊。路網修改方法可以參考路網標注案例的載入和修改路網描述。以樹莓派主板為例，啟動 Macros 代理連接底盤，我們前面已經啟動了，這裡就不再重複啟動。打開一個終端，運行啟動路網容器的指令。運行啟動 M3 Pro 容器的指令。進入 M3 Pro 容器終端，運行啟動車機的雷達融合節點和里程計融合的程序。打開一個新終端，進入 RoadNet 容器終端，然後運行啟動路網規劃導航節點的程序。這裡我們演示從路點7沿路網行進至路點1，然後在路網規劃好的路徑上放上障礙物，觸發重規劃策略。這裡可以看到終端會提示路徑上存在障礙物，然後觸發重規劃。這裡檢測到路徑上存在上障礙物，路徑不可通行後，退回到上個經過的路點5，然後從路點5重新嘗試規劃可行駛的路徑，最後抵達目標路點1。這裡檢測路徑上的障礙物是通過檢測全局路徑上的代價值和全局路徑中高代價值的點數決定的。觸發重規劃的閾值是可以自己設定的。檢測障礙物閾值一般按出廠默認即可，如果有特殊場景的需求，可以參考這部分教程調整觸發重規劃的閾值。代價值是代價地圖中用來描述障礙物佔據範圍的值，越靠近障礙物的地方，代價值越高。點擊 Publish Point 工具，然後地圖上我們想查看地圖代價值的地方，使用鼠標左鍵點擊一下，即可查看指定位置的代價值。可以看到沒有障礙物的地方代價值為0，障礙物中心代價值為99到100。想要修改觸發重規劃的閾值，可以找到 nav.roadnet.yaml 配置文件中的 Route Bridge 節點配置參數進行修改，其中 Cost Threshold 和 Path Obstacles Threshold 共同決定觸發的閾值。如果檢測障礙物不靈敏，可以增大 Cost Threshold 和 Path Obstacles Threshold。如果過於靈敏，可以減小這兩個值，或者調整障礙物的膨脹半徑修改。障礙物膨脹半徑參考路網間規劃導航的導航控制器調試。案例源碼在系統裡對應的路徑下，大家可以結合案例源碼解析進行分析學習。本次課程到此結束，感謝觀看。